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的隐藏技能曝光，顶流的野心早已不止当演员。说实话，最近看到肖战那张拿着场记板，貌似在学导演的工作照时，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不是惊讶，而是觉得果然如此。这位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头顶顶流光环的年轻人，好像总在人们以为他会这样或那样走下去的时候，悄悄拐个弯，给你亮出一个新的技能点。与其说这是全能超人的又一次升级，不如品品这背后那股子沉稳扎实的劲儿。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娱乐圈里，显得有点不一样。咱们掰着指头数数，从《陈情令》的一飞冲天，到梦中的那片海里啃下年代剧硬骨头。肖战在演员这条主干道上走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踩得挺实。去年那部《骄阳伴我》，他和白百合搭档，愣是把容易拍悬浮的姐弟恋演出了几分烟火气和刚刚好的拉扯感。接下来还有备受瞩目的《藏海传》，看介绍就知道，玩的是权谋心计，对演员的层次感要求极高。他似乎没那么急着一年 N 部戏刷脸消耗自己，反而像是精心挑选副本，每年稳扎稳打交出一两部能让人记住的作品。这种在商业热度与作品质量间找平衡的打法，透着一股清醒和对羽毛的爱惜。很多人可能快忘了，他是唱跳偶像团体 X9 少年团主唱出身，音乐这块初心他也没扔，没像有些流量那样隔三差五发首快餐式单曲维持热度，而是自己琢磨词曲，把想说的话、经历的成长放进歌里。从几万人的体育场演唱会，到需要沉浸式体验的音乐剧场，他一直在探索怎么更好地玩音乐。这不光是为了圆梦，更像是一种自我较劲，看看自己还能挖掘出多少可能性。再说时尚这块，连续几年稳坐米兰时装周官方日程，和 Gucci、Tops 这种级别的篮鞋品牌深度捆绑。肖战的时尚资源确实是断层领先，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只是行走的衣架或者带货机器，而是总尝试在合作里融入点东方韵味，想把中国审美推到国际舞台上聊一聊。这种把商业代言玩出文化味儿的操作，让他的时尚感不只停留在好看，更多了层有想法。这不仅仅是聪明，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所以这次被大家热议的学导演，其实一点也不突兀。翻翻旧闻，拍玉骨遥时他就系统学过镜头语言，演话剧《如梦之梦》更是逮着机会就跟导演赖声川老师抠细节，聊改编。甚至有圈内消息说，他自己参与的影视项目剧本已经在孵化中了。这哪是一时兴起，分明是蓄谋已久，从被动接受镜头的演员，开始主动思考镜头背后的叙事逻辑和创作主导权。他想做的，可能远不止演好一个角色那么简单。最值得咂摸的一点是，肖战这些看似跨界的尝试，根基都扎得特别深。音乐剧是科班出身，演戏前据说老老实实接受了近3年的表演训练，能在时尚圈站稳脚跟。背后是超过6年的形体管理和审美积累，现在想碰导演，也是建立在《射雕英雄传》这种大项目全程跟组、耳濡目染的基础上。这种先练内功，再开新图的思路，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再恨不得一夜爆红。流量变现的圈子里，简直是一股清流。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信任他的观众和合作方负责。如今的娱乐圈风向变得太快，肖战这条多边形战士的进阶之路，给同行们打了个样。原来顶流之后，不是只有吃老本或转型困难，还可以是不断学习，持续深耕专业，把流量变成更高专业壁垒的起点。
当很多人还在计算它的商业指数时，他已经在用长期主义的思维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别人很难模仿的核心竞争力。这份沉得住气的野心能不能最终遍地开花，咱们拭目以待。但这过程本身或许比结果更值得玩味。肖战版射雕全平台上线，双丰收。名利如浮云，责任重于山。这句老话，当下品来，滋味更浓。最近娱乐圈里那些事，真可谓是眼花缭乱。要说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那热度简直像滚烫的山芋。影院上映期都延长了，可片方转头就宣布，4月11号开始，在几家主要的视频平台同步上线。这步棋着实罕见。简单回顾下，这部由徐克执导的《射雕》改编自金庸先生的经典小说，讲述的是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郭靖与黄蓉这对侠侣守护家园的故事。电影春节档公映，票房一路高涨，最终问鼎武侠片票房榜首。肖战在其中扮演的郭靖，据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下了狠功夫，从一招一式的武打动作，到纵马弯弓的骑射姿势，甚至连蒙古语台词都认真揣摩。观众的反馈也比较积极，认为他演绎出了郭靖的忠厚善良与侠义肝胆。最令人诧异的是，竟然有如此多的平台同时购入这部影片的首播权。要知道，过去院线电影的网络发行，往往由1家或者2、3家平台包揽，这次直接6家联手，足见这部作品的吸引力有多么强劲。小道消息传出，几大平台为了争夺首播的头衔，都快吵翻了天，恨不得在自家页面上贴出独家首发的标签。围观群众乐不可支，纷纷调侃：好，你们都是首播，到时候挨个点进去支持，别争啦。这件事可绝非仅仅是几家视频平台争抢一部电影那么简单。咱们不妨来抽丝剥茧，看看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一部院线电影为何能让如此多的平台趋之若鹜？说白了，还是利益驱动。电影在网络平台放映，平台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版权费用，再算上电影的各种品牌植入、海外版权销售等收益，总的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平台方也不是慈善家，他们看重的是潜在的商业价值，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影片走红，平台也能从中分一杯羹，用户数量增加，广告收入自然也会跟着上涨。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娱乐圈的生态。自带流量的明星依旧备受青睐。这些年围绕在肖战身上的争议声浪不小，但他居高不下的人气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他主演的电影自然能吸引庞大的粉丝群体。并且，这次《射雕》所取得的成功也印证了一点：只要肯下真功夫，流量明星也能奉献出优秀的作品。细看肖战为塑造郭靖所付出的努力，观众并非视而不见，自然会慷慨解囊。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平台。如今，视频平台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争夺用户，提升流量。购买独家剧集、独家电影是常用的手段，但射雕这次选择与多家平台合作，也说明优质的内容无需惧怕竞争和分流。只要作品本身足够出色，观众自然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这件事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现今的娱乐圈，流量固然重要，却并非万能灵药。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留住观众的，还是高质量的作品以及演员精湛的表演功底。倘若一味依赖炒作、徒有其表，而缺乏真才实学，那么终究会被时代所抛弃。看看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销声匿迹的流量明星，再看看那些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实力派演员，答案便不言自明。
真正的成功，并非昙花一现的爆红，而是依靠日积月累的努力与沉淀。正如肖战一样，他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出众的外貌，更离不开他为此付出的辛勤汗水。因此，与其对别人的成就羡慕不已，不如沉下心来做好自己。无论是演员还是普通人，都应当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方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多家平台竞相争夺射雕的播放权，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玩味的事情。这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行业趋势？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电影选择以多平台同步发行的模式与观众见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观众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真正优秀的作品也将会更容易地被大众所发现。期待在未来能看到更多像《射雕》这样制作精良的影片，也期盼各位演员能够静下心来，精进自己的演技，为观众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作品。这才是我们作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吗？